煮鸡蛋别再用老方法水煮了，只需1张湿巾，6分钟煮一锅，不破不粘，老嫩适中，壳轻轻一碰就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现根据家里人口的数量准备好适量的鸡蛋。在鸡蛋的表面都会有一些鸡粪便或者是其他的杂质细菌之类的，在煮制之前，我们就最好将鸡蛋多清洗几遍，将表面的脏东西洗掉。要是鸡蛋表面比较脏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倒点食盐搓洗。食盐不仅可以杀菌，而且它的细小颗粒还能增加摩擦力，这样就能更好的将鸡蛋清洗干净了。然后再拿几张湿巾，接着再打开电饭煲的盖子，将湿巾垫在电饭煲的内胆中。要是家里有纱布的，我们也可以用纱布代替湿巾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可以将清洗干净的鸡蛋直接放在里面了。再将电饭煲的盖子盖上，按煮饭键，等它自动煮好跳闸就可以了。可能很多朋友担心这样会导致电饭煲煮坏，但其实完全不用担心。现在的都是智能电饭煲，当里面的温度以及水分到达一定程度时，就会自动跳闸。只是在里面加入了一点点的水，电饭煲也不会煮很长时间，大概10几分钟的样子，电饭煲就会跳闸了。电饭煲跳闸后，里面的鸡蛋也就煮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电饭煲断电，然后把里面的鸡蛋取出来。鸡蛋取出来后，我们把它放入冷水中过凉。这一步的目的不仅能使鸡蛋快速降温，而且还能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使鸡蛋壳产生一定的缝隙，这样就能更好的剥壳了。鸡蛋在冷水中浸泡上2到3分钟后，鸡蛋变冷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开吃了。这个利用电饭煲煮鸡蛋的方法简单好用，而且不用看火，也不用担心鸡蛋煮破壳。煮好的鸡蛋也是老嫩适中，Q 弹弹的，非常好吃。要是平时赶着上班或者是照顾孩子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煮早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起床后把鸡蛋放进电饭煲里，等刷好牙、洗好脸之后，鸡蛋就差不多熟了，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。这个煮鸡蛋方法非常简单的。鸡蛋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，每天吃鸡蛋有利于人体摄入充足的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是可以产生营养素的，所以经常吃鸡蛋可以满足人体所需的能量。平时我家里买鸡蛋都会多买一些，其实买鸡蛋也是有学问的，你买好了鸡蛋新鲜好吃，要是买不好，也会给咱们带来烦恼。比如现在市场上会卖一些不新鲜的鸡蛋，买回来以后没放上2天就坏掉了。记得上次买的鸡蛋，它的蛋清有一点发绿，那就证明这个鸡蛋时间有点久了，不但没有营养了，吃着也不香了。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几种挑选鸡蛋的小窍门。1、晃动鸡蛋有声响的不能买，在家打鸡蛋的时候也经常遇到此类情况，就是鸡蛋液很水甚至是散开，而这其实就是快要变质或者已经变质的鸡蛋。像是这种鸡蛋主要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，或者是因为保存不得当造成的，尤其是闷热的夏季，鸡蛋更爱坏。为了避免买到这样的鸡蛋，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可以将鸡蛋摇晃一下。如果有声响，那就说明鸡蛋液已经不新鲜了。像是这种鸡蛋，一般都是因为保存不得当，存放时间较长而导致的鸡蛋中的2氧化碳会从蛋壳内渗透出去，蛋黄和蛋白会慢慢收缩，
所以就会造成气势变大，所以鸡蛋液的活动空间就会变大，摇晃起来声响也就很明显。同样，如果是鸡蛋内部被细菌侵蚀，也会出现此类情况。2. 摸外表，鸡蛋的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，都是圆溜溜的，但其实新鲜与不新鲜鸡蛋的外表摸起来手感并不一样。新鲜的鸡蛋表面会有一层粉状的白霜，我们用手触摸，还会感觉有一些粗糙，不是特别光滑。相反，要是鸡蛋表面没有白霜，摸起来则是非常光滑的，那么这个鸡蛋就表示放置的时间比较久，已经不那么新鲜了。此外，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要是发现鸡蛋的表面有了裂痕，哪怕是轻微的裂痕，我们都不要选购。虽然说一点点裂痕并没有造成里面的蛋白流出，但在鸡蛋的表面是有一些细菌、鸡粪便之类的，鸡蛋有了裂缝，这些脏东西就会通过裂缝侵入到鸡蛋的内部，使鸡蛋变质。3. 清水测试法，用一个大碗将鸡蛋轻轻放进去，倒点清水没过鸡蛋，用清水测试鸡蛋新鲜不新鲜。如果是横卧在水里，就会显示鸡蛋是新鲜的；如果鸡蛋倾斜了，那就表示已有3天的时间了；如果是直立在水中，那就是陈鸡蛋了。4. 手机照一照，辨别鸡蛋。我们还可以利用上随身携带的手机，用手机照一照，鸡蛋的好坏立马就能辨别。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先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然后拿上颗鸡蛋放置在手电筒的上方照一照。新鲜的鸡蛋，它照出来的颜色就是一个通体的橘红色，蛋黄也是轮廓清晰，非常明显，没有任何的杂质和黑点。相反，要是看到的鸡蛋中间有黑点，甚至大片黑斑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已经变质不新鲜的鸡蛋了。买鸡蛋的时候，不管是特价还是打折，一定不要一次性买太多。鸡蛋的保质期大概也就是在20天左右，放的时间太长，鸡蛋的鲜味减少，腥味增加，烹饪出来的美食就不好吃了。尤其是现在天气一天天的转热，如果鸡蛋不放到冰箱中，那么保质期的时间也会慢慢缩短。好了，诗金煮鸡蛋技巧和挑选鸡蛋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了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